青城大学美术馆发生的盗窃案，我们已经初步勘察完毕。被盗的这个睡莲是民国的大画家李成一先生的代表作，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就被盗走过一次，之后就一直没有下落。直到2001年的时候，一个匿名的收藏家把它捐赠给了博物馆，这才重见天日。下面我说一下勘察的情况。我们对现场发现的这10几组脚印进行了比对，结果大都是来自馆内的工作人员和来参观的学生。咱们现在来回说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。你是在美术馆里跟人家管理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，人家报的警是吗？对。等一下，这幅画是假的。他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跟你说了，这幅画是假的。你再这样做，就是在破坏犯罪现场。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我说，你要干什么东西？这是假的，出去！这幅画是假的，它是假的。你一个法律系的学生，小时候没学过美术吧？怎么对画的真假这么明白呢？我对书画非常感兴趣，李成一先生的睡莲是我非常喜欢的画作，真的睡莲。它是从边缘往中心画的，应该是在叶子将干未干的时候勾勒出叶脉，而那幅画刚好相反。就这么简单？其实不止这个，这幅画一般都是挂在偏僻的拐角走廊，平常工作人员呢也不会轻易的去移动。但是我这次去的时候发现，它挂的位置跟上次大概有1厘米的偏差，而且它的画轴在挂钩上的受力点也有所偏差。这么小的细节你都能注意到啊？别人可能注意不到，但是我毕竟去过那么多次。睡莲被偷，庄文杰的嫌疑最大。他每天都去看画，一看就是半个小时，而且我去学校调查过，庄文杰确实有问题。去年学生宿舍发生过一起盗窃案，有个学生放在宿舍里的电脑不见了，其他人都怀疑是庄文杰偷的。报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证据。而且奇怪的是，东西很快就还回去了，当时怎么丢的不清楚，这是保卫处向我介绍的。而且他们还说，在还电脑的这段时间里，只有庄文杰进出过宿舍，但是走廊里没有监控，人家自己也不承认偷过东西。再加上还有1年就毕业了，这孩子平时学习成绩挺优秀的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，他跟宿舍里的人产生了隔阂。昨天晚上凌晨12点到5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昨天晚上，我应该在家里边睡觉了。家里？你不住宿舍吗？哦，我在外边租了一个房子。中间有没有出去过？没有。谁能证明？家人、女朋友、室友都可以。你提供信息，我们去核实。没有人能证明。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外边住。我去查了一下庄文杰的档案，这孩子父母双亡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父亲意外坠江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他父亲的名字叫庄耀白。这人一家子都不简单，盗贼世家。据说庄耀柏的爷爷就是民国大盗，他爹也有盗窃的案底。12年前的洛神案，我查到了资料。2007年6月12日，庄耀柏和同伙丁生虎盗取了名画《洛神》。在携画潜逃过程当中，庄耀柏驾驶车辆冲撞沪江公路北廊，连人带车冲入江中，洛神被毁。庄耀柏的尸体虽然没有被发现，但推断应该是已经死亡。青城市环江区环江公路58公里处，牌照为京 K97581的非营运小型汽车，在行驶至事故地时失控。陆队，打断一下。老瓦，你们科小刘又立功了，
刚才我们在对赝品进行光线测试的时候，有了新的发现。陆队，您看，看这儿。我在美术馆又看到警车了，啊，又来了啊！难道画真的被偷了？你说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谁知道呢？指不定贼喊抓贼。那个，一会儿咱们去食堂。走。文杰，警察好像又来学校了，你没事吧？可能有什么新的线索，他们要过来调查一下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那你准备？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文杰。能提供的线索我都提供了，你们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。我还有不到1年时间毕业，只想安静的把大学上完，不想走哪儿都被人议论。那我倒想问问你了，你闲的没事在画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你是几个意思呀？什么名字？用隐性墨水在这幅假画上签上你自己的名字，我得用偏光笔才能看得到你是几个意思呀？庄文杰，我们之所以现在没有把你带到局里，我是选择在这个地方陪着你聊天，是因为你的笔迹我对过了，签名确实很像，但是也确有不同。因为这件事，你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报案人了，所以我现在需要你提供给我你已知的全部信息，一丝一毫都不要有隐瞒，听明白了吗？来，现在告诉我，最近你见过哪些可疑的人、可疑的事儿？罗警官，我最近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，或者可疑的事。好。最近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也没有。如果有，并且把你牵扯到案子里，他们都是有目的性的。可能不是针对你，但是会不会针对你的家人？我没有家人。不瞒你说呀，我调了你的档案，对你的家庭背景、成长经历都很清楚。所以呢？所什么疑啊？首先，我就没有因为你的家庭背景怀疑你。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，不代表你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知道，你想尽量跟你爸爸撇清关系，但是保不齐就会有人，因为他专门找上你。
关系，慢慢想，想清楚了随时找我。还有，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，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边。咋又这么回来了？我答应说梦话吗？不是上次问过一回了吗？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得严审了。你有证据证明是他偷的？假话都写他名字了，虽然不能证明是他自己写的，但这多大的嫌疑！而且我是问你有证据吗？那没有。胖头孙，每次都这样有意思吗？庄文杰，你背后是不是长眼睛了？怎么每次都被你发现啊？你该减肥了，跑2步就喘，那么大呼吸声我早听见了。失算了。哎，说正事儿，我听说警察把你从美术馆带走了。那今早这事儿，我们计算机系可都传遍了啊，好像说什么你偷画。哎，你放心，作为哥们儿，我肯定不会相信这种谣言啊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讲讲啊。1句2句的，说不清楚。哎，行，我请客，边吃边说。走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非要趟这滩浑水啊？庄文杰，你聊啊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今天我听他们都在传说你在美术馆偷了东西，我都跟他们吵起来了。行了，其实不管你们怎么想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我们在现场的勘查中发现了一些情况。你上次来电台什么时候？经过现场比对，这扇玻璃是最新密封的。不过密封的时间呢，我需要把这个玻璃胶带回队里检测才知道。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，这扇窗户肯定是最近几天被人动过手脚。我还查了昨天晚上的监控录像，发现居然有18秒钟的空白片段，这和你们查的那个停电的时间相对吻合。还停过电？大概凌晨3点吧，美术馆停过电。多长时间？应该是18秒。18秒，这么精确的吗？啊，不会错的。我们这个美术馆呢是有备用电路的，当一个电路切断以后呢，我们要启动这个备用电源，刚好需要18秒的时间。哦，那你这个启动之前，你整个这个电源被切断了，你这个大楼照明是怎么解决的？哦，有几个应急灯还亮着啊，所以我们就打着手电巡逻，没多久电就来了。画呢还好好挂在这儿，没什么事儿啊。哦，但是监控录像用的是独立用电，就算是美术馆停电，也不会影响监控录像的正常运行，除非是人为的干扰，才是现在这个结果。而且系统数据显示，真的是在运行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 bug， 才导致这套系统会出现短暂的保护性断闸，而之后呢是启用了所有的备用电源才恢复了供电。18秒，
偷一幅画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庄文杰说的盗窃方法，有没有可能是真的？有时候，依靠周密的布置、人手的配合，再加上精巧的工具，即使不用真人接近，一样可以把目标拿到手。准备行动。3、2、1。按你这个说法是，他们把假画盖到了真画的上面。那这个真画他怎么拿出去的呢？我刚才所说的盗窃行为只实施了一半，重头戏在后边。我听说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工具，叫四象钩，它是由4个方向的钩环拼接而成。通过机关任意的去勾取或者放下物品，是专门用于这种类型的盗窃的。搞定。哎，来电了。哎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这边好像有什么动静啊？还是我听错了？好像没什么事儿，走吧。嗯，行。去那边再逛一圈。那这个团伙还真是训练有素，而且他们对时间的掌控要非常的精准，每个环节必须卡死点，才能完成你说的这种盗窃方法。如果配合默契，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，大概只要20秒。但是我们现在所有谈的都是基于你的个人的一个设想。您说的对，这确实只是个猜测。这四象钩长什么样啊？我也没有见过。哦，对，你是听别人说的，谁说的？小时候我听别人讲的故事。就是个故事。嗯。你为什么每次去美术馆就看这一幅画，而且一看就看这么长时间？什么情况啊？我母亲她很早就去世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也非常喜欢睡莲，以前经常在家里边临摹。我到现在也还记得，我母亲在家里边画她的样子。
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，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边。谁啊？进来。罗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又睡在沙发上？赵局不说嘛，回宿舍睡去。昨天干到3更半夜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啊。我看您平时任务不重的时候，也挺喜欢在沙发上睡。哎呀，我说，您是不是就懒得多走那2步路啊？哎，边儿去。杯子搁哪儿呢？我给您倒点水。老大，哎，庄文杰来了。你昨天说的对，假话上出现了我的名字，那我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报案人了。其实昨天跟你们聊过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虽然对上一代的恩怨，或者是有谁想要陷害我这件事情上，完全没有头绪，但是我不想再被动等待他们的目的和身份浮出水面了。你想看这幅画也没什么用啊，用纸和颜料我们都找专家检测过了，都是民国货，都不能在古董市场上买到。查来源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我之前也说过，我对画画很感兴趣。在睡莲这幅画被展出来之后，我临摹了将近有17幅。然后呢？我在网上也搜集到一些对李成一先生画作很欣赏的画师，他们在临摹之后呢，都会交流一些心得和技巧。我发现经验不同、师承不同的画师，对于用料、颜料还有笔法，都有着不同的见解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今天我能够仔细的去看一看这幅赝品，是不是就能勾勒出那幅赝品背后画师的大概信息？你这说的这有的没的，你这就是故弄玄虚。老队，他这是又丢烟雾弹，这影响咱的判断。好，那就去物证科把这个画拿出来，另外把专家方朗请过来，有个专家看，咱们都踏实。方老师，我在网上查过了，有些仿作的画师呢，他会用到投影法，就是说利用投影仪将原作投射在宣纸上，照着这个图像去完全的复制它。投影仪，那不会有色差吗？有，这也是我所疑惑的。按道理来说，投影仪的投影会有严重的色差，但是这幅画它的色彩跟原作对比，简直可以说是以假乱真。我以前啊见过一个例子，根本就不是画师手工临出来的，那是用高科技的油墨印刷的，印的。喂，干什么呢？靠那么近！不是，我就是看看这宣纸有没有油墨反光。你看得懂什么？人家方老师在。方老师，方老师，哎，您请。这画不是印刷的，没有反光。怎么了？这画面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，不是油墨味吗？不是，什么味？是许康草，是一种植物颜料，可以提取花青。以前啊，喇嘛绘制这个唐卡的时候，经常用到它，以提升这个画面的丰富
和这个立体感。我拦您一句啊，真迹就是原作呀，也有这个味儿吗？以前我看过展出啊，绝对没有这个味。那您觉得现在什么人还会用许康草来画画呢？哦，这个啊，哎，街头画师。什么？街头画师？对。街头画师为什么要用许康草啊？刚才方老师不是说了吗？许康草可以提升画的立体感，还有饱和度。很多街头画师为了让顾客满意自己的肖像画，就会在颜料里边加入许康草这种材料，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这种用传统手法画画的方式来宣传自己，给自己的生意搞点噱头。所以我认为，这幅画十有八九是街头画师画的。你先别闹，等会儿，这个当着方老师面，你别给我丢人啊！咱们这是赝品也好，真迹也罢，那毕竟是中国画，你街头画师画的什么？是素描，是水彩。罗警官，您还不够了解那帮街头画师，他们一个个都是卧虎藏龙，您不知道他们以前是学什么的，是干什么的。况且这幅画的笔法和街头画师特别的像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街头画师就习惯用果断直接的线条勾勒轮廓，然后再在画面上着色。他们把这种习惯带到了这幅伪作上里边来了，这也就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像李大师一样，从边。花小姐，哎，我这有便宜有贵的，啊，便宜的15，贵的60，便宜的就行。便宜的黑白的，那就贵的吧。我年纪轻轻画什么黑白的呀？主要您给我画帅点。帅点你得先给钱，我怕一会儿画完你说不帅，耍赖不给钱怎么办？啊，对自己太没自信了。你对自个儿太自信了，你。帅不帅咱不提，您给我画立体点总行了吧？画不了立体。不是有一种这个配料，哎，不是调料，哎，不是颜料啊，哎，叫许康草。内行，哎，你一定是同行砸场的吧？还知道许康草呢？不存在，我就是理论型，联系不到实践。哎，另外一个啊，我不光想画人像，我想带着后边这个风景，您给我画成水墨风的，就这种。画不了。许康草，我是画人的，画景啊找老三。我们这帮人当中啊，画景最好的是老三。谁老三？甭看呐，他这2天啊没出摊，没做生意。怎么呢？前2天啊接了个活，还跟我们在显摆呢，说什么大活，我们这个不相信，吹牛吧你！哎啊，您知道他在哪儿？漂亮！准啊！
终于让我袭击成功了。哎，你小子有风头警惕的时候。一边去，一边去。哎，平时懒得搭理人家，看见人被搭讪了，你这心里又不舒服了，是不是？你瞎说什么呢你？我只是觉得那人不像学校的。你管人是不是学校的呀？哎，这啥玩意儿啊，鼓鼓囊囊？画画的，你看不懂。不是，我说兄弟，一幅睡莲给你惹了这么大麻烦，你还抢着画画呢啊？你对艺术这么有热情，你当初学什么法律啊？那这是我的爱好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我是真发财了。你看，你管我怎么发的？我买彩票买中了行不行啊？啊，哎，等过一阵子呀，我带你去趟国外，我都想好了，去瑞典看极光。哎，我就在那个极光下头给你画一个极光美人图。哎，别行，现在不行，我得低调点儿，明白吧？过一阵子，财不能露白啊！就这样，哎，你找谁呀？马老师吗？你谁呀？哎呦，慕名而来，跟您求幅画来了。哎呦，这怎么都找家里来？什么画啊？睡莲。那有人那边。老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就是帮人画了一幅画，真的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就画了一幅画，其他什么也没干。谁让你画的？哎呀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前段时间呢，莫名其妙的我就接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活儿。对方呢让我画一幅就是临摹一个叫睡莲的古画。其实呢，我也知道对方没安什么好心，可我这人呢财迷心窍，我就还是把这活接了。哎，我呢以为他们就是拿我画的这个画去卖给哪个冤大头就完了，可谁知道他弄个以假乱真，弄出这么大的事儿来。他们？谁们？这事儿从头到尾呢，都是一个年轻人在跟我联系的。哎呀，说起来这差不多得是1个月前的事儿了。那天呢，我是正常的出摊儿画画，结果呢，电话突然响，很美。啊，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啊，哎，好像是那儿响吧？那个包里头。电话里这个人呢说有一笔大生意要照顾我，就让我给他临摹一幅画。其实啊，我之前也接过类似的黑活，可是像这次这么玄乎的这么个情况，我第一次碰见。怎么了？玄乎啊？怎么个玄乎法？哎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感觉神出鬼没的。那你这找我干活，你得先付定金呢。没问题。啊，那地点呢？我们在哪儿见面？不用见面，东西就给你了，就在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屁股。那包里面有什么？包里头就是一摞的现金，然后呢就是做卷轴用的东西，天地杆、生宣、石蜡，还有4尺长的那么一段的蜀锦，都是些民国的老东西。不是这些东西你拿到手之后，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说呀，那钱呢是定金，等画交了之后呢，还有另外的一半。他还说呢，特别相信我的临摹的技术。完了哦，
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。您有什么要求，您尽管提啊，尽管提，啊。哦，你是说要把你的名字用药水写上去？手机在哪儿呢？这个叫文杰这个年轻人啊，专门交代我说完了事儿把手机给扔了。可我一看那手机挺新的，挺值钱的，我就没舍得扔，我就把那卡拿出来给扔了。完了，手机我送我女朋友了。女朋友在哪儿呢？文杰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来坐。最近变谨慎了，门上的小聪明。怎么，家里突然来了客人，你不觉得惊讶吗？有什么可惊讶的？你们不是早就来过了吗？还留下了一张我小时候跟我母亲的合照，故意让我发现。是你们干的吧？完璧归赵，不用谢我。不是，你们究竟是谁呀？那个时候你还小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丁，叫丁生火，算是你的长辈，你可以叫我丁叔。丁叔，把睡莲偷走了，又嫁祸给我。你究竟要干嘛？可我怎么听说水莲被盗，你的嫌疑最大？马三供出来的嫌疑人还是庄文杰，这又兜回来了。毕竟马三没有见过对方，这就跟伪造签名一样。那个人自曝身份，
很可能就是想嫁祸给庄文杰。别着急做判断，当务之急的，我觉得你们俩跑一趟，先找到马三女朋友，拿到手机，看看有没有通话记录。行，哎，你说话是我偷的，你有证据吗？这可不能胡说。你后边坐着那人，美术馆断电，是他干的吧？啊？从我进门到现在，他已经不自觉地按压左手虎口6次。那7次了，应该是腱鞘炎吧？高度近视，弓腰踏背的，典型搞技术的。另外，我后边这人提前来到我家，看过我家的布置，一直躲在没有光源的地方，这是他的习惯。避开应急灯，利用保安视角盲区偷东西，这是你擅长的吧？真不错。眼光和你爸当年一样啊。你认识他？照片也是他给你的？你先别着急。照片我是怎么拿到的？我又为什么要交给你？这些我以后会慢慢和你解释。但在此之前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帮忙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做贼。听听你的口气，你是老庄家的人，你爹、你爷爷还有你太爷爷，再往上数，那是我们这行里的这个。你看不起贼？他们做的任何事情跟我都没有关系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帮你们任何事情。你先别着急回绝，我有一个小兄弟呢，早就想认识你。闹肚子，借了个厕所。哼，又找借口躲起来抽烟了吧？我警告你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明白，朋友妻不可欺嘛，道上规矩我都懂，但是前提你得先愿意跟我做朋友啊。谁跟你是朋友？有结果了吗？罗队，你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。你信不信我马上就报警？信，特别棒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可笑的？报奖？你不是报过奖了吗？有用吗？小区门口可是有监控的。你刚才怎么评价我来着？弓腰踏背，典型搞技术的。你觉得监控我能没有搞定吗？文杰，可能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。第一，我很清楚你很想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对你有好处，因为你有求于我。第二，再和你那个小女朋友闹别扭，你就突然冷落人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收到了我给你的照片，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你们不要牵扯到他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行了，你就别骗我了，你很在乎他。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，他就不会出事儿。第三，我刚才说是你的长辈，那我就要送你一件礼物，
睡莲你不是很喜欢吗？我就把她留在这个屋里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们在手机里找到了通话记录，是一个座机号码，有2次通话，分别是上个月24号下午4点10分和本月9号下午2点，和马三的供词都对上了。这座机登记地址就是庄文杰租的房子。我们做个游戏吧。不瞒你说，我们一直盯着那个给我们做假话的人，他叫马三儿。1个小时前，警方抓住了他。我们是电话远程和马三联系的，以你的名义。有趣的地方来了，这个电话1个月前是从这儿拨出去的。警方审他要不了多长时间，查出这个座机地址呢也很快。刑警队到这儿，如果要是不堵车的话，大概40分钟左右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马三一被抓，把你供出来，时间最短的情况下，警察叔叔还有20分钟就到了。虽然时间有点短，但是我留了一些小提示给你。你既然想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，那就得听我的。我再给你点时间，找出这幅画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想找的话，也可以。那你就赌一把，但我不敢保证警察会不会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想办法保住这幅画。等等，狄师傅，哎，别冲动，我劝你乖乖听话。想想小林同学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时间可不多了，加油，我的朋友。高文杰，哦，罗队长，这么晚了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还以为找错了呢。这么半天，没事，我就是顺路，有点事想跟你确认一下。怎么不方便是吗？没有，没有不方便，就是家里有点乱啊。那我不在乎，您请进了啊。好嘞。不乱啊，挺好。啊，哎，你们学校不有宿舍吗？怎么还跑这儿单租一下？哦，这我不马上毕业了吗？啊，我寻思就是早点步入社会，就出来租房子了。然后这地儿离我打工的地方也近。嗯，挺好，挺敞亮的啊。
哟，睡莲，哎呦，画的太像了。我发现你是真喜欢画画。罗队啊，是上个月24号对吧？下午4点10多分左右。啊，我给您看一下。什么呀？哦，这是我们那个攀岩社的活动表。24号我正好在攀岩社参加活动呢。训练？嗯。都谁在一块儿？老师，他可以给我作证。小庄同学，差不多了。这组攀登路线，现在你还上不去，还得多练习啊。你看，这到点了。没事，老师，我再练一会儿。我提醒你啊，攀岩不是必修课，游泳才是。你这要是游泳还考不过，我担心你都毕不了业。行，放心吧，老师。一会儿呢，我练完之后再把器材还回去。好。还有一个时间啊。这个月9号下午2点来钟，你在哪儿？9号是周五。哦，周五我应该。
我都不知道这儿有这个。好。哎呀，没什么事儿了。哎。罗顿，您找我问这些事情，是因为那2个时间点出了什么事吗？睡莲赝品的画师，最近我们找到了，叫马三儿，不认识。兄弟，我给你发信息，你怎么也不回啊？是不是警察又找你了？警察找不找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他们不是怀疑你这，就是怀疑你那的。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儿，你也别担心了啊。等会儿，我听说前2天有警察来宿舍，问你电脑的事儿了。你放心，我没说什么。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我主要也是担心你啊，你以后能不能有什么事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别老搞人间蒸发。行了行了，我看你就关心电脑那事儿，上课去。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周文杰，我不是那意思啊。吃饭呢？吃好，来你坐，哎，行，来，行，那吃完休一会儿啊。哎，爽，别忙活了，工作永远干不完。我给你点了外卖了啊，你最爱吃的。我这忙着呢，那忙你也不能不吃你这个外卖。你就说你想吃什么，我再给你点。来，哎呀，你自己吃吧。烦人！别刷，你好歹吃2口。你吃着泡面挺好。这多没营养啊！你都说成这样了，你赶紧的，快说，我给你点来。你给点面子吃一口怎么了？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看谁给我点过外卖？
哎，罗队，罗队啊，您的外卖到了。啊，谁这么爱我呀？你的名字和手机尾号都对。睡莲，双，一会儿得把方老师请回来鉴定一下真伪了。哈，罗队，抓人吧！这外卖他订的，这话肯定是装进去的。你先别急，别打草惊蛇，查一下庄文杰整个的行动轨迹。耗子，问一下刚才那个外卖员是什么情况？罗队已经在和平台联系了。好，小叶，去电脑系统里比对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人。明白。开干。明白。赞助费的事儿差不多了。那到时候我把信息还有活动流程都发给你。行，那咱们电话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文杰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刚才他说啊，想知道啊？咱俩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告诉你？林芷月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。刚才他就是跟我聊活动赞助的事儿，学校不是要中秋晚会了吗？他想赞助，我想着拉多点赞助，能把活动办好一点吗？不要相信他，他说什么你都不要信，离他远一点，知道了吗？好。你吃他醋啦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反正这2天你只要下了课就赶紧回你宿舍去，不要到处乱跑。好，我也没有乱跑啊。能不能答应我？能。行，那你上课去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方老和省博的专家都鉴定过了，这幅画就是真的睡莲。外卖员我也联系过了，是从巷子口取的货，取货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包装。因为这单快超时了，所以他直接送了过来，中间没有经过其他人的手。庄文杰那边我也核实过，他今天确实去过巷子口。让人去找庄文杰，带过来我要问他。好了，好，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素描上这些人的身份背景。丁生火，国内多起艺术品盗窃案的组织者，专挑名家绘画下手。这个人非常狡猾，曾经多次销毁偷盗的艺术品，借此来切断咱们警方的侦查线索。2007年因洛神案被捕，判了10年有期徒刑，1年前刑满释放。雷小飞，外号跳蚤，擅长高层建筑物盗窃，曾因盗窃入狱4年，1年前出狱。王思行，绰号乌鸦，
曾以植入木马的方式入侵多家公司财务系统，判了3年，半年前出狱。而这几个人在服刑期间都在同一监区。从公安部综合信息查询系统当中得到的资料就是这些。至于第4个人，这个叫小刀的，因为没有案底，所以没有资料匹配，我们只能通过大数据进行检索。那这个庄文杰画这么几张人像，还写这样的字儿，他什么意思呀？太明显了，这小子是想洗白自己，画可是他送来的，对不对？他是想把偷画这事儿推到这几个人身上，自己最多落个隐匿赃物呗。你意思庄文杰画这几个人就是为了摆脱自己罪名，瞎编的？瞎编的不能够啊！他一个法律系的大学生，想找点犯罪资料还不简单吗？没那么简单。嗯，你看啊，这4个人他们自己的擅长和特点，你们不觉得和税联盗窃案当中这些贼的犯罪分工很挂钩吗？有人负责断电、断监控，有人年轻、身手好，丁生火年龄大点啊，但是脑子够，所以他可以幕后策划、指挥，正好啊。如果庄文杰说的是真的，那这些人就是偷画的贼。最后睡莲是在庄文杰家的吊顶里发现的，那也就是说这画是这帮贼故意放在庄文杰家的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耗子说的没错，这根本说不通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要是贼偷了这幅画，要么自己藏起来，要么赶紧脱手销赃，这不更好吗？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偏偏要放在庄文杰他家才行？哎，会不会这个庄文杰跟这个睡莲有什么特殊关系？我想起来，这庄文杰曾经跟我说过，他妈特别喜欢睡莲。啊，这画是1987年试切的，以后就一直销声匿迹，再出现是一个匿名的收藏家，捐献到咱们省博物馆，捐献的时间2001年9月21号，这日子可有点奇怪。有什么奇怪的？庄文杰的生日。我说没说过，开会的时候把手机调静音？不对，你的。庄文杰，怎么陪你小女朋友啊？沉不住气了，都追厕所里来了。从家里跟到学校，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别这么紧张啊！我已经说了，我们要做朋友，那我总得了解了解你的生活吧？啊，对了，老丁让我问你，考虑怎么样了？时间可不等人啊，朋友。考虑？你们当初把画放我家里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考虑一下？我现在还有退路吗？你是聪明，既然已经知道自己有退路，那就应该老老实实的配合丁叔。丁叔说了，只要你干完这一票，以后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。周杰伦啊，
手机拿来。解个锁。丁叔说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你还别说，小云同学还真挺单纯。我警告你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离得多远，那要看你怎么做了。带我见丁生活。走吧，朋友。定位到了，就在学校门口。我已经申请到了学校大门的治安探头，但会有一段时间的延迟。庄文杰和一名青年男性上了这辆车。向交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合成作战。
近的治安巡逻，谁近谁先赶过去。是。等一下。